我是和亲公主。给父皇飞鸽传书时，看见了弹幕，女配真蠢。信鸽一放飞就会被楚国皇帝的侍卫拦下，他会被当作细作砍头，宋国也会被楚国吞并。还是女主谢芷兰命好，她会在楚国皇帝绝嗣前怀上双胎，母凭子贵。别看楚昭业外表高冷，实则很好追，女配可千万别去追他。我连忙把告密信改成了家书，写满了我对楚昭业的倾慕之情。当天夜晚，楚昭业来到我的寝宫，听说你仰慕朕，欢迎来到主语听书频道。下面正文开始。看见弹幕后，我立刻将告密信点燃，看着它一点点化作灰烬。我继续看面前的弹幕，咦，宋念安怎么把告密信烧了？他改变主意了。是的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是宋国公主，父皇送我来楚国和亲，一来是为了向楚国示好，二来是为了让我当细作，将楚国皇室的消息传回宋国。弹幕说信鸽一放飞就会被楚昭业的侍卫拦截，我不仅会被当作细作砍头，还会为宋国引来灭国大祸。我哪敢冒这个险？既然信鸽会被拦截，那我把信中内容换成别的，想必也会被拦截，送到楚昭业手中。念及此，我让丫鬟翠儿帮我研墨，重新修书一封。这封家书看似是我写给母后的家长里短，实则字字句句透着我对楚昭业的倾慕之情。翠儿看见书信上的内容，嘴角抽了抽，小声地说：“公主，您可真是报喜不报忧。光说陛下对您的好，只字不提陛下对您的冷落。入宫3个月，我和楚昭业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我虽是他后宫中唯一的妃嫔，可他并未宠幸过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楚昭业很高冷，可弹幕却说他很好追。不知道他看见我这封信会是什么反应。”当天夜晚，我睡得迷迷糊糊间，忽然感觉有一双微凉的手在碰触我的脸颊。我睁开眼眸，竟看见楚昭业坐在床沿。我连忙起身，欲向他行礼，却被他制止。免礼，陛下怎么来了？他一双清冷的眸子打量着我。听说你仰慕朕，看来飞鸽传书是被他拦下来了。我耳尖微红，垂眸轻声道：“陛下雄才伟略，天人之姿，既有帝王的雷霆手段，又有心怀苍生的温热之心，臣妾怎能不仰慕？”在抬眼时，见他眸底的冷意散了些，朕倒不知爱妃藏了这么多心思。我看见弹幕飘过，宋念安也太有心机了，居然撩拨楚昭业。可就算他主动追楚昭业又如何？谢芷兰才是这本书里的女主。哪怕这次宋念安没有被当成细作赐死，他在楚国皇宫也是如履薄冰。只要谢芷兰一得宠，第一个就会拿他开刀。他毕竟只是个炮灰女配，宋念安会成为谢芷兰的踏脚石，惨死冷宫。谢芷兰则会凭借好运体质，怀上双胎，登上凤位。我微怔，谢芷兰是镇远大将军谢靖远的妹妹，她是女主，我是炮灰女配。眼下谢芷兰尚未入宫，弹幕说楚昭业不久后会绝嗣。既然我已提前知晓剧情，自然不甘心当别人的踏脚石，不如让我来怀上双胎。念及此，我对楚昭业说：“陛下，夜深了，今夜留下来可好？”弹幕炸了，宋念安也太不要脸了，这是想捷足先登。楚昭业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的美人计给骗了，她是敌国公主，对你只有算计，没有真心。宋念安在信上写的都是违心话，楚昭业看了信后，居然连奏折都拿反了，也太好骗了。看得出来，弹幕对我的敌意很大。楚昭业在沉默了片刻后，颔首道：“好，朕留下来陪你。”我抬手替楚昭业宽衣。弹幕刷屏：“楚昭业，你冷静点啊，他叫你留下来，你就留下来，你要不要这么好追？”可能是宋念安的眼长在了楚昭业的审美上，他看见他那张脸就走不动了。宋念安毕竟是宋国第一美人，那张脸太勾人了。不过兴许楚昭业没往侍寝那方面想，只是单纯的和他睡一张床罢了。我帮楚昭业褪下了龙袍，我们躺在一张床上，还真被弹幕说中了。楚昭业压根没想侍寝的事，他淡淡的闭上眼睛，早些睡。弹幕，哈哈哈，笑死了。宋念安空欢喜一场。楚昭业虽然好追，可他很洁身自好，到现在还没碰过女人。他的第一次是要留给谢芷兰的。宋念安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楚昭业居然没有碰过女人。我虽未近过男子身，可远赴楚国和亲前，宫中嬷嬷曾教过我不少床围间的秘事。我那时只觉面热耳赤，如今想来，倒是能派上用场了。我往楚昭业怀里钻，他将我拥入怀里，耳根染了层薄红。明明方才还很沉稳，此刻与我肌肤相贴，连呼吸都慢了半拍。我的鼻尖蹭过他温热的脖颈，声音软得像进了蜜。陛下的怀抱好暖。说话间，指尖顺着他的腰线慢慢往上滑，隔着轻薄的衣料，能清晰触到他紧实的肌理，连指尖都跟着发烫。楚昭业呼吸顿了顿，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哑：“还不困？”我胆子又大了些，微微仰头，唇瓣几乎要碰到他的下巴。陛下困了吗？
朕也不困。楚昭叶将我抱紧了一些，唇贴着我的唇瓣，慢慢的描绘着。嬷嬷教我在男人面前要软一些，我像一滩春水，融化在他怀里，温柔地回应着他。弹幕画风怎么歪了？宋念安也太会聊了，这要楚昭叶怎么把持得住？楚昭叶，你停下来，不许碰他！你要为谢芷兰守身如玉，怎么能提前被女配勾引呢？楚昭叶一发不可收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就在他的手指要解开我的腰带时，屏风外面传来了太监总管的声音：“禀告陛下，谢将军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。”听见10万火急4个字，楚昭叶的眸子找回了一丝清明。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语声温柔：“你先睡，朕去看看。”以你的氛围戛然而止。我垂眸应下：“是，陛下。”楚昭叶走后，弹幕笑出了声：“哈哈哈，女配想上位还远着呢。楚昭叶今晚不会再回来了。”谢芷兰有女主光环，她和楚昭叶是官配，岂是女配轻易能抢走的？错过了今晚，以后就更加没有机会了。提前恭迎谢芷兰入宫。楚昭叶离开后，果然没再回来。翌日天未亮，楚昭叶率领文武百官为谢将军送行。谢敬远此行带兵出征，攻打夏国。夏国和我们宋国相邻，唇亡齿寒。若是此番楚昭叶将夏国吞并，下一个说不定就要轮到我们宋国了。我先前本想给父皇飞鸽传书，说的就是楚国攻打夏国，想要一统各国的野心。收起思绪，我站在城墙上，看见谢敬远正和楚昭叶对话，因为距离太远，我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。弹幕剧透：谢敬远把谢芷兰托付给楚昭叶照顾。谢敬远的爹谢老将军战死沙场，谢家在朝中威望极高。若是此番谢敬远打了胜仗，满朝文武都会支持谢芷兰当皇后。一边是为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之女，一边是敌国细作公主，该怎么选？想必楚昭叶心底有数。宋念安说白了只是宋国放在楚国的人质，楚国不会容许他诞下皇嗣。我看见站在谢敬远身旁的谢芷兰，她仰头与我对视，目光写满了入主后宫的野心。弹幕说得很对，我的身份不占优势，楚国不会容许敌国公主诞下皇嗣，谢芷兰是皇后的最佳人选。那么楚昭叶会答应谢敬远的嘱托，将谢芷兰接进宫吗？就在这时，我又看见了弹幕，怎么回事？楚昭叶居然拒绝了谢敬远的提议。按照原剧情，楚昭叶应该同意接谢芷兰进宫才是。剧情被打乱了，楚昭叶不愿谢芷兰入宫，谢敬远启程在即，楚昭叶不答应，他也没法子，他唯有寄希望于凯旋之际，求陛下以凤位迎娶谢芷兰入宫。届时文武百官也会施压，逼皇帝做决断。宋念安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谢芷兰她有女主光环，就算人在宫外，亦有法子让你坐实这细作之罪。1个月后，皇帝率大臣们去围场狩猎，我伴驾随行，谢芷兰和其余几位大臣之女也在随行的名单里。到了围场，已经是下午，我在营帐里休息。弹幕看起来很着急，完了，按照原剧情，楚昭叶会在今日坠马，伤倒是不严重，可从马背上滚落时，手心被段子藤扎伤了，才落得绝嗣的病根。楚昭叶这1个月和宋念安虽然关系亲密，却只是吃了点前菜，还没有圆过房。这个节骨眼被段子藤扎伤，楚国不会后继无人吧？都怪宋念安改变了剧情，如果不是他那晚勾引楚昭叶，楚昭叶早就把谢芷兰接进宫了。我连忙冲出营帐，跳上马背，去林子里找楚昭叶。楚昭叶的马蹄被一根套马索绊倒，他从马背上滚落，滚下一个小山坡时，手心拽着一根树藤才稳住身形。我赶到时已经晚了。弹幕是段子藤，楚昭叶掌心都被扎出血了，还好段子藤的毒素从掌心蔓延至经脉，要3天时间。这3天，只要谢芷兰把楚昭叶扑倒，就有机会在他绝嗣前怀上龙嗣。宋念安马上就要被当成细作赐死了。撒花！楚昭叶被救上来后，侍卫从草丛后搜出1名刺客，侍卫首领将剑架在刺客脖子上，逼问道：“说是谁派你来刺杀陛下？”刺客是宋国人，他的目光望向我，我是不会出卖主子的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谢芷兰轻笑道：“这刺客既是宋国口音，想必他的主子也是宋国人。念安公主，您觉得呢？”我现在算是明白，弹幕为何说我马上要被当作细作刺死了。原来刺客刺杀皇帝是假，借机诬陷我是真。我不卑不亢地反驳：“我看未必。若他的主人是宋国人，却还让他用宋国口音，岂不是故意将线索往宋国引？再者，宋国子民何止千万，我看是有人想要蓄意挑拨楚国和宋国的关系，所以买通这名刺客，还望陛下明察。”刺客将矛头对准我：“主子，属下为您卖命，您却见事不成便要撇清关系，实在令属下寒心。”他说罢，从衣襟内侧摸出一枚雕着宋国王室纹样的玉佩。“公主，属下今日难逃一死，这枚玉佩还给您。”这枚玉佩
确实是我前几日丢失的。看来我身边出了叛徒。大臣们一片哗然。既然刺客拿出了念安公主的贴身玉佩，那么想必他就是主谋。臣早就说宋国宋嫡长公主来和亲有诈，原来安着刺杀陛下的心。念安公主是陛下亲封的念妃，是陛下的枕边人。今日刺客虽未得手，可往后若他在陛下的汤药膳食里动手脚，陛下又如何防备？恳请陛下处置念妃。众大臣附议，恳请陛下处置念妃。我余光望见谢芷兰唇角勾起了一抹冷笑，这是他喜闻乐见的一幕。众人都在等着楚昭业发话。楚昭业扬声道：念妃前几日已将弄丢玉佩之事告知朕，此事与念妃无关，是有人蓄意嫁祸。语落，他命道：来人，将人带上来。侍卫押着翠儿上前，从翠儿身上的伤势来看，她已经被严刑拷打过了。她痛哭流涕道：念安公主，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前几日偷了您的玉佩。我追问翠儿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谢芷兰眸底闪过一抹慌张，下一瞬，翠儿用侍卫的剑抹了脖子。楚昭业冷声道：将刺客带下去严刑逼供，若是让朕查到是谁嫁祸念妃，绝不轻饶。谢芷兰闻言险些站不稳。刺客被侍卫带了下去，虽然眼下没有盘问出幕后主使，可总算是洗清了我的嫌疑。弹幕：谢芷兰慌了，幸好翠儿没有供出她，有女主光环居然还输给了女配，没天理了。如果没有女主光环护体，今天死的就是谢芷兰了。买通刺客刺杀皇帝，这是超九族的大罪。现在谢芷兰只有和楚昭业圆房才能扳回一局。3日后，段子腾的毒素侵入骨髓，谁都别想再怀上皇嗣，我不会给谢芷兰怀上龙嗣的机会。我走到楚昭业身侧，盯着他的掌心道：陛下，您掌心被扎伤了，请立刻宣御医为您诊治。小伤，不碍事。楚昭业以为只是被一根普通的藤扎伤，所以没当一回事。我牵着他的手腕往营帐走，谢芷兰追上来：陛下，臣女常给兄长包扎伤口，已经熟能生巧，请陛下准许臣女为您包扎。楚昭业冷句：不必，念妃替朕包扎即可。他说罢，对守在营帐外的侍卫命道：没有朕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侍卫拦住谢芷兰，银帘落下，将谢芷兰挡在外面。他眼底透着一抹不甘之色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，楚昭业宣了御医来为他查看伤口。御医禀告：禀陛下，伤口并无大碍，微臣为您包扎。我出声：且慢，张御医，您再看仔细些，万一那刺有毒。张御医又仔细看了片刻，笃定道：若刺有毒，伤口的血会呈现出乌黑色，可陛下的血却呈现出嫣红之色，并非中毒之兆。弹幕：女配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段子腾无药可解。好在段子腾除了会影响生育，其他并无影响，也不影响他那方面的功能。还有一个好处是，以后可以不用避孕了。女配不会想着自己扑倒楚昭业吧？不要啊！我坚决抵制女二上位。这件戏，张御医为楚昭业包扎好了伤口，退出了营帐。我扑进楚昭业怀里，双眸泛着隐隐水光。陛下，方才臣妾很担心你。楚昭业身子一僵，紧接着回抱住我，掌心贴着我的后背轻轻安抚。朕无碍，不过是些皮外伤。弹幕：女配也太会演了，可偏偏楚昭业吃她这招。不得不说，宋念安哭起来真好看，嗨嗨，她比女主好看多了。楚昭业可千万别对她心动啊！夜幕降临，驻扎地升起了篝火，大臣们将射中的猎物烤来吃。楚昭业牵着我的手走出营帐，和大臣们宴饮。谢芷兰坐在角落闷闷不乐，她一边喝酒一边打量着我和楚昭业。弹幕：我们女主才不会那么轻易认输。谢芷兰已经想到了别的计谋，今晚侍寝的人只会是她。宋念安会一觉睡到天亮，等他醒来，谢芷兰和楚昭业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期待。搓手手，我从弹幕里提取关键信息。我会一觉睡到天亮，这么说来，要提防谢芷兰在我的吃食里下安眠药。我余光扫见谢芷兰起身离开了宴席，过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，她重新回到了席位。她落座没多久，便有一位太监端着酒壶来给我斟酒。谢芷兰悄悄地打量我，在等待着我喝下杯中的酒。我向楚昭业撒娇道：陛下，谢将军带兵出征，劳苦功高，您替臣妾将这杯酒赐给谢芷兰好吗？好。楚昭业招来太监总管，低声吩咐他将这杯酒端去给谢芷兰，看着他饮下。是，陛下。太监总管端着那杯酒朝谢芷兰走去。谢芷兰怎么也没料到，我竟然用这么直接的法子，把那杯掺了迷药的酒送到他面前。酒是皇帝亲自赏赐，他不喝就是抗旨。他目光像是淬了毒一般望着我，恨恨地端着酒杯一饮而尽。弹幕：完了，剧情已经歪到掰不回来了。谢芷兰原本还打算等宋念安晕了之后，
晚上扮作御前侍女，去给沐浴的楚昭业送换洗的衣物。他喝了那杯酒后，后面的计划怕是实施不了了。真正的谢芷兰被川淑女夺了舍，眼前的谢芷兰知晓原书所有剧情，她绝对不会把当皇后的机会拱手让给宋念安。谢芷兰还没输，她还留了后手。后手？谢芷兰还留了什么后手？我和楚昭业住在不同的营帐里，宴饮结束后，我回到自己的营帐，沐浴更衣完毕，我往楚昭业的营帐走去。御前侍女青儿捧着换洗的衣物，正要送进去给皇帝，我拦下她：“青儿，把东西给本宫，本宫送去给陛下。”是，娘娘。青儿将托盘里的衣物呈给我，守门的侍卫见是我，撩开了门帘：“娘娘请进。”我款步入内，屏风后，楚昭业坐在浴桶里闭目养神，袅袅升起的雾气映着他英俊的脸庞。我走到他身后，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反手牵住我的手，声音温柔：“芷兰，你来了。”我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不明白楚昭业为何会叫我芷兰。我忐忑地问：“陛下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臣妾是谁？”楚昭业缓缓睁开眼眸，侧过头望向我，他笃定地说：“朕知道，你是芷兰。”我如遭雷击，他既然已经睁开眼，为何还会认错？我试图在弹幕里寻找答案，笑不活了。这就是谢芷兰留的后手啊！给宋念安下迷药只是他其中一重计划，第二重计划是在楚昭业吃的烤肉里加入了能致幻的幻蝶粉。谢靖远上回出使西域时，捉过一只西域的蝴蝶，他把那只幻翅蝶带回来送给了谢芷兰。幻翅蝶扇动翅膀，花粉落在食物里，就能够致幻。无论今晚给楚昭业侍寝的人是谁，楚昭业都会把侍寝之人认错成谢芷兰，而且以后他回想起今天晚上，脑子里自动带入的会是谢芷兰的脸。最精彩的是，只要楚昭业沉溺在幻境里12个时辰，就会彻底爱上谢芷兰。让他清醒过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幻翅蝶。看来今晚是没办法好好睡觉了。如果楚昭业爱上谢芷兰，那么他当皇后指日可待。他对我敌意那么深，一有机会就会对我下死手。到时他再给楚昭业吹吹耳边风，怂恿楚昭业出兵攻打宋国，我们宋国就会陷入战乱，民不聊生。所以我绝对不能让楚昭业爱上谢芷兰。我把楚昭业哄睡后，出了帐篷，不等我去找那只幻翅蝶，他主动来找我了。他在半空中飞舞着，我跟了过去。幻翅蝶有意将我引到一片林中，我继续往前。就在这时，林中有人出声道：“公主当心，前面是悬崖。”我止住脚步，前面明明是草坪，可韩州却说那是悬崖。看来我也吸入了幻翅蝶扑动翅膀落下的花粉。韩州是我的贴身侍卫，寻常都躲在暗处，不轻易现身。我往后退去，对他命道：“韩州，你帮我杀了那只幻翅蝶，越快越好。”韩州领命：“是，公主。”我往回走去，被兵部尚书李逞带人拦下：“念妃娘娘，您方才去林中，可是和细作接头？”我冷静地说：“李大人，你多虑了。本宫今夜吃多了不消化，去林中散步消食，哪来的细作？可本官方才接到线报，说林中有细作出没。”李逞一声令下：“来人，将念妃拿下。”我的目光被弹幕吸引了注意，嘻嘻，还是谢芷兰脑子好使，这招调虎离山之计，爽。谢芷兰先前虽然喝了掺有安眠药的酒，可她一离席就吐出来了，她还喝了解药，这会儿正清醒着呢。谢芷兰用幻翅蝶把宋念安引开，眼下他已经到了楚昭业的营帐外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今晚谢芷兰会给楚昭业侍寝，这样一来，剧情又被谢芷兰扭转回来了。宋念安就等着被当成细作砍头吧。宋念安拿什么跟谢芷兰斗？眼看着李逞的手下就要将我扣下，我拿出一枚令牌，亮在李逞面前。见此令牌，等同见到陛下。李逞还不跪下？手下们不敢动了，纷纷跪下。李逞在权衡完利弊之后，也跪在地上。我先前哄楚昭业入睡时，就从他那里要了令牌，他二话没说就把令牌交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将令牌收起来，快步往楚昭业的营帐走去。谢芷兰被侍卫挡在营帐外：“谢姑娘，陛下已经就寝，您请回。”谢芷兰拿出2锭金子，想要贿赂守门的侍卫：“2位大哥，劳烦让我进去，将来若我得势，定少不了你们俩的好处。”2位侍卫对视一眼，随后将谢芷兰扛起来丢了出去。谢芷兰跌倒在地上，气急败坏。先前我走出营帐时，特地交代过2位守门的侍卫，不可放任何人进去，尤其是不可让谢芷兰靠近营帐半步。谢芷兰留了后手，我又何尝没有留有后手？我走到谢芷兰面前，居高临下的望着她：“谢姑娘，你还没入宫，就这么急着侍寝？”谢芷兰深吸一口气，冷笑道：“只要我兄长打完这场胜仗，陛下定会接我入宫。这楚国的皇嗣，只有楚国的女子能生，你若是识相，就别阻拦我，届时我可留你一条性命。”啪！我一巴掌甩在谢芷兰脸上：“放肆！就凭你，
也敢在本宫面前叫嚣？来人！谢芷兰擅闯龙帐，拖下去，杖责50大板。2名侍卫走上前来，领命道：“是娘娘。”谢芷兰被拖下去，她不甘心地大叫：“宋念安，你不能对我用刑，我兄长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，等陛下爱上我，这50大板我会加倍还回来。”我冷笑：“蠢货，省点力气吧。”弹幕：宋念安，你敢下令打谢芷兰，你不要命了？谢靖远带兵出征，就连楚昭业想罚谢芷兰，也得掂量3分吧？你真是一点都不顾及，我有何不敢？谢芷兰犯了错，就该给点教训，我管他兄长是谁，照打不误。更何况区区将军还敢骑到皇上头上不成？远处传来谢芷兰的惨叫声，侍卫怕她的叫声吵到旁人，将抹布塞进她嘴里，她连叫的机会都没有。眼下只差韩州捉住幻赤蝶，将他杀死了。我步入营帐内，躺在楚昭业身侧，他睡得很熟，而我却很清醒。我在等待韩州那边的消息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营帐外隐隐传来3声熟悉的鸟叫，我知道那是韩州给我的信号。3声代表我交代给他的是办妥了。韩州武功高强，我就知道他不会令我失望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叫醒楚昭业：“陛下，醒醒！”楚昭业睁开双眸，将我拥入怀里：“念安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他认出我了，说明他身上的幻术已解。我声音软软的：“陛下，臣妾睡不着。”楚昭业察觉出我有情绪，有心事，我眼眸通红，泛着连连的水汽：“臣妾入宫已有4个月，陛下尚未宣过臣妾侍寝，陛下是不是不喜欢臣妾？”“朕怎会不喜欢你？”楚昭业表白道：“从朕见你的第一眼起，就被你的美貌所倾倒。这几个月，朕默默地观察你，发现你的性格更是讨喜。朕先前是看你身子娇弱，怕太唐突了，所以才循序渐进。”我娇羞地说：“那今晚让臣妾侍寝好吗？”“好。”他与我十指紧扣，吻落下。弹幕：气死我了，还真被女配给截胡了。就算宋念安侍寝又如何？她未必能怀上皇嗣。谢芷兰是易孕体质，一次就会中，可宋念安是难孕体质啊。就算宋念安今晚纠缠楚昭业一整夜，也未必能怀上，到时还是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。我知道我是难孕体质。5年前的冬天，我不慎掉入冰湖中，我从湖中爬出来，保住了性命。可御医却说寒气入体，我往后极难有孕。极难，并非绝无可能。这几年，母后给我吃了好些滋补身子的灵丹妙药，说不定能怀上。1夜不行就2夜，2夜不行就3夜。若真怀不上，那我认命。是夜，送水的侍女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。翌日，楚昭业生龙活虎地去狩猎，我浑身酸软乏力，在营帐里补觉。醒来时，青儿伺候我梳洗完毕，端来一碗汤药。我眸光一深：“难不成这是婢子汤？陛下让你给本宫的？”青儿颔首：“陛下说让奴婢亲眼看着您喝下，本宫不喝。”我将汤药放在一旁。青儿跪下，咬唇道：“娘娘，求您别让奴婢为难，若您不喝这滋补的汤药，陛下会责罚奴婢。”我追问：“滋补的汤药？”青儿点头：“陛下说娘娘身子娇弱，特地命御医开了滋补身子的药方。”我端起汤药放在鼻尖闻了闻，闻到了人参、黄芪、当归等多种补药的味道。看来这真是滋补身子的药方，是我误会楚昭业了。他竟然嫌我身体娇弱，不过楚昭业的身体确实很强悍，我着实有些吃不消。弹幕：他觉得你身娇体软，楚昭业喜欢死了好吧？他是怕你承受不住，才让你补，毕竟他已经10岁之位，在期待今晚了。你的身子补好了，幸福的是他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我端起汤药，慢慢的喝着。青儿破涕为笑：“谢谢娘娘。”青儿告诉我，陛下处罚了李逞。想来昨夜李逞是受了谢芷兰的怂恿。李逞和谢靖远交情甚笃，连带着将谢芷兰当成自家妹妹一般照顾。谢芷兰昨夜挨了50大板，像是丢了半条命，被送回谢府养伤。狩猎结束，一行人打道回宫。楚昭业封了我为念贵妃，连续3晚我都缠着楚昭业。他宠溺地说：“朕竟不知你这般粘人，不过朕很喜欢，喜欢就好。”我也很喜欢。弹幕：甜度有点超标了，他们好合拍啊，我都有点磕了。磕什么磕？她可是女配，女配和男主，你也磕得起来？我看你真是饿了。就是，我只磕官配，是你们不懂，邪门的 CP 才好磕。狩猎抓捕的那位侍卫在狱中咬舌自尽，谢芷兰躲过一劫。3个月后，谢靖远凯旋，夏国被楚国吞并了。谢靖远挟弓邀赏，在洗尘宴上，他不要升官加爵，只求皇帝以封位迎娶谢芷兰入宫。楚昭业脸上的笑容凝住，冷声道：“谢将军，你打了胜仗，朕自会论功行赏。若你以此作为要挟，
想要插手朕封后一事，便是恃功而骄，逾越本分，朕断不会容你。陛下息怒，臣不敢。臣的妹妹芷兰爱慕您，臣这个当兄长的，只是希望她嫁给心爱之人。谢靖远不敢再提皇后之位，退步，还请陛下念在我们谢家世代忠贞的份上，迎芷兰入宫。谢芷兰向前，跪在谢靖远身侧。陛下，芷兰不求位分，只求能侍奉在您左右。言下之意是，只要接她入宫便可。至于封妃还是封嫔，全看陛下的意思。李逞出列，禀道：陛下，您后宫就只有念贵妃一位妃嫔，念贵妃毕竟是宋国人，还请陛下扩充后宫。大臣们道：陛下，微臣的女儿待字闺中，若陛下不嫌弃，可宣入宫侍奉您。这一幕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，我父皇的大臣以前就是这样逼迫我父皇选妃，父皇妥协了，是以母后每日都活在明争暗斗中，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成了深宫怨妇。贵妃诞下的皇子被我父皇封为太子，将来宋国的皇位会传给我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不知楚昭业会不会妥协？楚昭业不悦道：怎么，你们一个个都想干涉朕的后宫？后宫不议政，前朝也休想干涉朕的后宫。谁若再提要将女儿送入宫为妃，就把乌纱帽摘了，提前告老还乡。殿内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大臣们齐声道：陛下息怒，臣等不敢。谢芷兰心有不甘，谢靖远对他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别再出声。洗尘宴结束后，楚昭业执着我的手去御花园散步，我望着他问：陛下，您当真不介意臣妾是宋国人？不介意。楚昭业缓缓道：在很久以前，宋国和楚国本是一家，不论你是宋国人还是楚国人，你都是朕最亲近的人。他的嘴唇像是抹了蜜一样，让我放下了心头的顾虑。夜风袭来，我突然一阵恶心干呕。楚昭业立马扶我回寝宫，宣来御医为我把脉，我被御医诊断出怀有身孕，且是双胎。楚昭业牵着我的手，欣喜地道：朕要当父亲了。我悬着的一颗心落下，这两个孩子就是我的护身符，也是宋国的护身符。弹幕：宋念安还没意识到危险，只要他有孕的消息传出去，大臣们第一个不同意。楚国不会容许敌国公主诞下嫡长子，就算楚昭业顶住压力，让宋念安生下孩子，恐怕也要去母留子。孩子出生之日，就是宋念安死的那日。宋念安，你快逃吧，逃得远远的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。嘻嘻，带球跑的剧情我爱看，他逃，他追，刺激。宋念安若逃了，楚昭业估计会发疯吧。我就想看楚昭业破防追妻。你们爱看带球跑的戏码，可我偏不爱演。怀着双胎逃出宫，是嫌命太硬吗？逃出宫岂不是给谢芷兰暗杀我的机会？本宫才没那么蠢，在后宫里安心养胎不香吗？楚昭业将我怀孕的消息封锁得死死的，只有御医和贴身照顾我的人知道我怀有身孕。等到孕肚藏不住了，消息才传出去，满朝文武哗然。早朝时，大臣们纷纷进言：陛下，万万不可让敌国公主诞下您的嫡长子啊！楚国的继承人身上怎可流淌着一半宋国的血液？万一……请陛下三思。楚昭业平静道：都闭嘴，朕的子嗣容不得你们智慧。此事谁再敢非议，就提头来见。文武百官顿时噤了声。弹幕：楚昭业还挺有主见的，喜欢这种一意孤行的皇帝。不是没人为谢芷兰发声吗？明明她才是女主啊，穿书女怎么可以输？可她确实输了。10月怀胎，我诞下了双胞胎皇子，这倒是让楚昭业为难了，一时不知道该封哪个皇子为太子。好在楚昭业还年轻，今年不过才24岁，身体也很强健，暂且不急着立储。楚昭业力排众议，册封我为皇后。谢芷兰见进宫无望，改变了策略。我从弹幕处得知，他把攻略目标转移到了谢靖远身上。楚昭业被宋念安吃得死死的，谢芷兰连见他的机会都没有，他只能放弃了。谢芷兰得知她是谢家捡来的养女，她和谢靖远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他打算攻略谢靖远了。伪骨科也挺香的。谢芷兰的灵魂是现代人，思想开放，可谢靖远是古人思想。哪怕他和谢芷兰没有血缘关系，可他从小把谢芷兰当作亲妹妹看，所以他接受不了。出了月子，这夜我和楚昭业正在温存，太监总管在屏风外禀道：陛下，谢将军有10万火急之事找您商议。什么10万火急的事？楚昭业现在也是10万火急，毕竟我孕晚期这几个月，他忍得很辛苦。太监总管说，他想请旨去镇守边疆，请您批准。楚昭业爽快地应道：准了。太监总管退下，楚昭业缠着我要补偿，一整晚下来，我直呼吃不消。楚昭业压低声音说：明日开始，朕吩咐御膳房给你炖滋补身子的药膳，可好？我耳根绯红，应道：好。谢靖远连夜收拾包袱，骑马出城。谢芷兰骑着一匹马在后面追。哥，
你别走啊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谢靖远头也不回。芷兰，你回去，别跟着哥，哥的抱负是为国效力，你没成婚前，哥不会回京了。谢芷兰策马奔腾，就算你不接受我，也没必要这么躲着我啊。这样吧，我跟你去军营，我们慢慢培养感情。谢靖远欲哭无泪，芷兰，你饶了我吧，一日为兄，终生为兄，我们没可能的。谢芷兰不依不饶，以前是兄长，以后也可以是夫君，你以后会真香的。别说了，后会无期。谢靖远绝尘而去，将谢芷兰抛在身后。谢芷兰还在追，可城外的路很崎岖，等他发现马失控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谢芷兰从马背上摔了下去，跌落山崖，双眼圆睁，死不瞑目。弹幕：女主死了，那可以撒花了。走，下一本。从那日后，弹幕从我眼前消失了。两位皇子一日日长大，楚昭业始终待我如一，没再纳过别的妃嫔。我们如胶似漆，日子过得很甜蜜幸福。5年后，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因病去世，父皇的身子也一日不如一日，他已经没有能力再生别的皇子了。父皇飞鸽传书给我，说他立了遗诏，将来等他去世后，宋国皇位传给我和楚昭业的次子。我和楚昭业也商量好了，等双胞胎皇子长大后，哥哥继承楚国的皇位，弟弟继承宋国的皇位。我和楚昭业去云游四海。全文完。